为了不被奸污，流放岭南的路上，我勾引了冷面王爷谢景渊。一夜荒唐后，我成了他的玩物。念你有几分姿色，先不杀你，往后你来暖床。3年里，他在战场上杀人如麻，床笫之间更是肆无忌惮。只是有一点，他明明有心上人，却日日找我宣泄。皇上为2人赐婚时，他酒后吐真言，皎皎如世间明月，他圣洁干净，我舍不得碰。你就不同了，用来消火，最好不过。我没说话，只是一味假笑着迎合。谢景渊还不知道，为了离开他，我已经准备了3年。他大婚那日，我将和他死生不复相见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流放岭南的途中，天气燥热不堪。过了几日，大军才走了不过100里。队伍刚停，副将的鞭子便挥了下来。走啊！怎么不走？往日里，你们这些妇人耀武扬威，不把我们当人看。如今落到我手里，也让你们尝尝做狗的滋味。说着几鞭子下去，人群顿时爆发出一阵惨痛的嚎叫。看着远处压着天空的黑云，副将望着我身边几个身材姣好的官家女子，眼神奸诈。哥几个听令，先把这几个细皮嫩肉的拉到营帐，等我享受完了，你们一个个排队。那几名女子拼死抵抗，还是被拉进了旁边的小树林。我趁乱往脸上抹了几把泥，这才勉强逃过一劫。当晚为了躲避可能出现的危险，我专门躲到吃饭的水缸旁，找个犄角旮旯地方躺下。可不幸的是，几个兵痞子还是偷摸来到我身边，直接解起了裤子。我就知道这小贱人长得不错，虚你小点声，万一被副帅听到，到嘴的鸭子又飞了。行，这次我发现的，得我先上。我拼了命的挣扎，可双拳难敌4手。看着天上皎洁的明月，我突然落下泪来。曾经衣食无忧的侯府千金，难道真的要这样失去清白？谁在那儿？我突然听到一阵浑厚的声音，是膀大腰圆的厨娘。看着悄声跑掉的几个兵痞子，厨娘放下砍刀，无奈叹了一口气。我护得了一时，护不了一世。说是流放，可对女子来说，这和营妓有什么区别？姑娘，我好心劝你一句，早点选一个，以免被一群……哎，她摇摇头，不说话走了。我懂她意思，如果我不早点找一个靠山，只怕我很快就要成为一群人的玩物了。可选谁呢？我的眼前突然浮起一个人的面孔，望着远处灯火通明的营帐，我洗了把脸，简单挽了个发髻，随后一把扯下纱衣，露出雪白的肩。犹豫许久，我心一狠，还是向营帐走了过去。军营中，我一眼便认出了谢景渊，和粗粝军汉们袒胸露臂围坐一团不同。他独坐在帐中一角，身姿如松柏般挺拔孤翘，墨黑长发未束，衬得那身素白内衫皎洁胜雪。烛火摇曳中，他眉峰如剑，眼尾微挑，一身清贵之气莫名劈开一道冷冷月光，将他和周围喧闹的汉子们无形隔开。谢景渊没有认出我，也是，他是当今皇上的亲弟弟，我只是诸多京城贵女中的一个。他凭什么记得我？3年前，我曾在太后生辰宴上献舞，我记得很清楚。那日他的目光一直悄悄粘在我身上，甚至后来我的手帕娇曾戏闹，说他曾请旨想迎娶我做侧妃。我知道那是玩笑话，可我也曾幻想着能成为他身边的女子。可世事易变，如今他定然不会记得我。见到我，乌烟瘴气的营帐内突然变得安静。最初他们还以为是敌军偷袭，可看到是一个弱女子，原本警戒的眼神突然松懈下来。几人打量了我一眼，满口虎狼之词。哟，这还有个呢。要我说，这个小妞看起来更带劲儿。王爷仁慈，一向不管咱们玩女人，这个肯定。滚滚滚，喝几口猫尿，连规矩都不懂了。王爷受命来到军中，这样的稀缺美女，自然要先给主子。是，王爷先请。等王爷腻了，小的们再来。一个醉醺醺的将军过来，满脸奸笑，将我拉到谢景渊面前。帐内烛火摇曳，酒气氤氲。谢景渊斜倚在软榻上，
修长的手指漫不经心地摩挲着杯沿，他眼底一片冷寂，甚至莫名染上几丝愠怒。迎着他略带怒意的目光，我赤足踩在毯上，腰肢轻旋。往上是我纤细柔滑的颈，往下是我不堪一握的腰肢。谢景渊的目光骤然一沉，我知道他为何失了魂。这支舞曾由他最真实的心上人跳给他看，可后来他的心上人伤了腿，再也不能跳了。我赌这支舞会成为我的保命符。果然，我赌对了。谢景渊猛地起身，他大步朝我走去，眼底翻涌着晦暗不明的情绪。还未等我停下舞步，他已一把扣住我的腰，纱衣顺着我的肩头滑落，雪白的肌肤在烛光下泛着莹润的光。我看到他喉结微动。谁准你跳这支舞的？他嗓音低哑，带着危险的压迫感。我仰头看他，豆大的泪水落下，像只小兽般呜咽。王爷，求您救救奴家吧！若王爷再不垂怜，奴家只怕撑不过今晚。说着说着，本就凌乱不堪的纱衣更是尽数滑落到毯上。看着春光尽收眼底，谢景渊眸色骤暗，猛地将我打横抱起。下一秒，他恶狠狠对醉醺醺的众人丢下一句：“滚！”顷刻间，帐内只剩我和谢景渊二人。我闭上眼睛，高悬的心终于沉下。还没反应过来，谢景渊已经将我扔在床榻的狐裘毯上。谢景渊的吻铺天盖地落下来时，我几乎喘不过气。他的吻侵略霸道，仿佛要将我吞进他的身体。舌尖很快传来一股血腥气，我挣扎着想把他推开，却被他单手扣住手腕，死死按在头顶。既然敢跳这支舞，他低喘着，嗓音暗哑的可怕，就得承担后果。烛火摇曳，帐内温度骤升，我被他反手摁在榻上，死死动弹不得。看着他野兽般满是欲望的眼神，我的泪不争气涌了上来。王爷，求您轻点，奴家怕疼。可我等来的是他更凶狠的索取，没有爱，没有柔情，只有天崩地裂般的疯狂。一夜荒唐后，我浑身青紫，满眼都是不可言说的痕迹。睡梦中的他，即使侧脸，也俊美妖冶的逼人。我的心突然砰砰直跳。其实我有个埋到心底的秘密。3年前，我见到谢景渊的那一瞬间，就已经爱上他了。我只是没想到，如今我和他会以这种形式相见。手指刚碰到他的鼻梁，他突然惊醒，一个转身，他死死掐住我的脖子。看清是我，他这才将衣服扔给我，冷冷开口：“是个有心机的，念你有几分姿色，先不杀你，往后你来暖床。”我为自己争来一条命，因为谢景渊的缘故，旁人再不敢欺我半分。起初，我以为每月陪他几夜，便能换得军中安稳，可很快我便知道自己错了。他日日来，夜夜来，从不言语，亦无温存。他从不提前告知，也从不问我愿不愿意。听着帐外铁甲声渐近，我的心便沉了下去。帐帘被粗暴掀开，他一身铁甲，带着浓重的酒气，径直朝我走来。直觉告诉我，今日的他有些不对劲。我还未来得及起身，他已扣住我的手腕，将我狠狠摔在榻上。我颤声求饶，他却摩挲着我的锁骨，冷笑开口：“怎么，这不是你想要的吗？”下一秒，他扯过一旁的红纱，附在我脸上，视线被遮蔽，眼前只剩一片朦胧血色，耳畔传来他低沉压抑的喘息，混着一声声近乎癫狂的低唤：“皎皎。”听到这个名字，我浑身一僵。丞相千金孟皎皎，京中第一贵女，她的心上人。我突然怪起自己来，身为罪臣之女，能活着就已经是万分幸运。我怎么敢残留着3年前的少女情怀？再说他是王爷，怎会一直待在岭南？等他回京之日，我只怕死得更惨。想到这里，我突然冷静下来，趁着谢景渊还能护着我，我得赶紧逃出去。我突然的沉默让他愈发凶狠，他死死掐着我的下巴，强迫我看向他。怎么，本王对你不够好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送来诀别信去参加入宫选秀？就因为他比我厉害，坐在那个该死的龙椅上。
他将我错认成了孟角角。我死死咬住唇，不敢出声。他像是疯了，使出浑身的牛劲冲锋，粗大的指节掐着我的腰，像是要融进我的骨血。漫长的2个时辰里，我昏过去好几次，也不知过了多久，直到夜空出现点点星子，他才终于抽身离去。起身前，他瞥了我一眼，刚才的缠绵让他双颊染上一丝绯红，可下一秒他说出的话却寒如刀鞘：留你一条命，已经是我仁慈，认清你的身份，乖乖喝药。话音刚落，他头也不回地走了。一位头发凌乱的女子端着药碗走来，看清她的脸，我才想起来，她便是那日被副将拖走的几位女子之一。短短几日，她便头发枯败瘦了一圈，被一众兵痞折磨得没个人样。看着苦涩乌黑的汤药，我乖巧接过。避子汤，我知道的。可忽然间，她掐住我的下巴，将苦涩的药汁尽数灌进我口中。贱人！她咬牙切齿，凭什么你只需要伺候一个，而我要被他们送来送去？都是罪臣之女，凭什么你这么好命？你说，你是不是妖精托生的？是不是用了什么下作手段勾引王爷？你说啊！见我挣扎，他抓起地上的碎片，直直刺向我的脖颈。既然如此，那咱们就一起去死吧。破碎的瓷片抵在我脖颈上时，寒意已先一步刺入皮肤。他双目赤红，嘴里含糊不清的咒骂：去死吧！我闭上眼睛，或许这大概就是结局了。侯府嫡女沈渊被发配前往岭南的路上，死在一个无名疯妇手中。可我紧闭双眼半日，预想中的剧痛却没有降临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声闷响。睁开眼，那女人仰面倒在地上，鲜血如泉涌出，迅速在她身下汇成一滩暗红。看清她胸口插着的长剑，我突然惊恐捂住双眼。真蠢，还要本王来救你！我抬头看去，谢景渊站在3步之外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。是他救了我。我慌忙跪伏在地，多谢王爷救命之恩。他轻嗤一声，径直走向一旁的桌案。本王回来拿部防图，顺便救你罢了。很快，帐内重归寂静，只剩下我和那具逐渐冷却的尸体。直到手指触到冰凉液体，我才惊觉自己一直在发抖。谢景渊心中有些生气，他气自己放不下孟角角。今日在营中操练的时候，他突然收到一封信。一开始看到孟角角的亲笔，他很开心，可很快他就笑不出来了。信中孟角角坦言，他已经决定要参加今年的秀女选秀，他还让谢景渊忘了他。一股彻骨的怒意从胆中传来。从小到大，他就喜欢孟角角，丞相府的千金，京城第一美人，琴棋书画无不精通。在他心中，孟角角是世间最完美的女子。他曾数次向孟角角表明心意，可他的回应却总是似是而非。甚至他为他跳的那支舞，也是因为自己帮了沈家的忙，他对自己的答谢。而他的皇兄更想横插一脚。从小到大，二人就斗得厉害。皇兄前脚刚做皇上，后脚就安排自己带兵和罪民一起前往岭南抵御贼寇，只怕皇兄早就看上孟角角。谢景渊越想越气，片刻间几桶酒已经空了。他莫名想起那个在他身下被迫承欢的女子沈渊，3年前他们见过的，再见第一眼自己没认出来。没办法，一路南下的路上，想勾引自己的女子太多了。他向来冷漠，最讨厌趋炎附势之人。可沈渊太漂亮了。那晚她一身素白，发髻轻挽，亭亭玉立站在那儿，出淤泥而不染。月光下，她衣袂翻飞，美艳不可方物。沈渊的脸渐渐和角角的容颜重合。就这样，他借着酒劲破了戒。一夜荒唐过后，谢景渊突然后悔了。他曾告诉过孟角角为他守身，可没想到，一想到沈渊雪白美好的身体，他感觉身上传来一股燥热。他的心上人背叛他，而那个面容和他3分相似的昔日贵女，却穿着破烂衣衫，跪在地上跳舞，只求谢景渊欢愉。他心中突然产生一种快意，征服的快意。
孟皎皎，你为了皇兄背叛我，那我谢景渊告诉你，除了你，我也可以有别人。他转身朝营帐走去，可映入眼帘的却是一个疯女人喊打喊杀，手拿瓷片刺向沈渊。不费吹灰之力，他就下了沈渊。他本该转身就走的，可看他吓得小脸惨白，他心里莫名晕起一抹刺痛。若他白皙的脖颈上那道伤再深半分，这个念头闪过时，他呼吸一滞。一个罪女罢了，死了就死了，与他何干？他听见自己冷硬的声音，真蠢。下一秒，他想要他，立刻，马上。可看着他一身青紫，谢景渊突然反应过来，自己初尝人世，不分昼夜要他，他又那么清瘦，只怕累极了。罢了，让他好好休息吧。刚离开营帐，谢景渊就找来靠谱的手下，帮我做2件事。也许是嫌我蠢，那天晚上谢景渊没有来，这也是这么久以来我睡得最好的一晚。次日太阳高照，我才终于醒来。刚洗漱完，一名亲兵立在门外，语气恭敬：“沈姑娘，王爷命我送药。”我不由一惊，谢景渊命人送药？打开白玉盒子，里面的药膏发出清冽香气，这是御用的金疮药，连宫中嫔妃都不易得。替我谢过你家王爷。亲兵点点头，说王爷还给我准备了一个惊喜。我按耐住内心的疑惑，跟着他走到营帐外。几只乌鸦突然尖叫着惊走，看到眼前的场景，我恶心的捂住口鼻，差点吐出来。营帐外，2个尸体挂在树上，随风飘摇。其中一个尸体骨架大一些，尸身要圆润许多，是最开始那个救我的厨娘。他们身上全是鞭痕，浑身上下没一块好肉。更可怕的是，数只飞鸟正在啃食他们的尸体。看清他们的模样，一股腥味从胃里涌出，我跪在地上，不受控制呕吐出来。亲兵突然慌了神：“沈姑娘，你没事吧？这可是王爷亲自为您准备的礼物。”王爷说：“那贱人不识好歹，活该死无葬身之地。至于那个厨娘，若非他派那贱人送汤，姑娘也不会受到惊吓。一个无心之过，她竟成了这副模样。”冷面阎王谢景渊，果真如传言中可怖。下一秒，我突然两眼一黑，直直倒了下去。时间一晃过去，来到2个月后，浩浩荡荡的罪奴和士兵们终于到达岭南。行军途中，我和谢景渊的关系有些微妙的变化。他依旧寡言少语，可对我的态度却莫名好了很多。大清早，一名小兵将新鲜荔枝放下，这已是连续第43日收到荔枝。自从上次我随口夸了句荔枝好吃，谢景渊就天天让人送来。红彤彤的荔枝皮上还带着水珠。吃了一上午的荔枝后，我小腹已经圆滚不少。午膳时，被摆满的餐桌上又多了一道醋溜黄鱼。得知我喜欢吃甜，尤其喜欢苏浙菜，谢景渊更专程从扬州找来新厨娘，日日为我做菜。桌上鱼肉鲜嫩，酱汁酸甜，闻着香味，我不知不觉多用半碗饭。这2个月，我面容丰腴了一圈，比起2个月前瘦骨嶙峋，总算有了些人样。暮色四合时，营地西北角传来女子凄厉的哭喊，我突然吓得缩进锦被。帐外2个婆子轻声嘀咕，又是王参将他们。哎，这是今夜第3个了。上个月有几个士兵喝醉了，想欺负我，被谢景渊一剑捅了个对穿。我的人，你们也敢碰？对一个女子来说，发配岭南和被扔进秦楼楚馆没什么区别，甚至还不如秦楼楚馆。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，帐帘突然被掀开，伴着夜露寒气，谢景渊大步走来。我慌忙起身行礼，后颈却被他温热掌心按住。你好香啊！不等我说话，谢景渊的唇已经压下来，带着微醺的酒气，唇齿被猛然撬开，带着些许怒意。营帐里烛火噼啪作响，他泛红的眼尾处有颗很小的泪痣。我鬼使神差的伸手触碰，立刻被攥住手腕。胆子大了！缠绵许久，他忽然抽身，冷声吩咐下人拿酒来，声音里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疲惫。烈酒一壶接一壶灌下去，
烛火摇曳下，他眉头紧锁，眼角泛红。我可能真要困死在这岭南一辈子了。哐当一声，他手中的酒盏狠狠砸在地上，碎片四溅。他猛地站起，像一头被逼到绝境的困兽。就因为我样样都比他强，所以他坐上那把龙椅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把我踢到这蛮荒之地。什么镇守边疆，皇恩浩荡，狗屁，不过是明升暗贬罢了。说到最后，他突然缓缓瘫倒在地。这是我第一次见他失态，看着他清冷绝艳、破碎感十足的眸子，我突然有些心疼。我想上前安慰，可喉咙却像被堵住了，一个字也吐不出来。他是高高在上的王爷，我这样卑贱的身份，拿什么去安慰？就在这时，他豁然转身，那双被酒意染得猩红的双眼死死锁住我。他几步来到我面前，手掌猛地攥住我的手腕。沈渊，他直勾勾地盯着我，声音嘶哑却异常清晰。告诉我，如果我真的一辈子都困在这鬼地方，你会陪着我吗？问完这句话，他倒在我肩上，竟然有一下没一下的抽噎。我本该高兴的，这个把我当玩物的男人，终于也尝到被欺辱的滋味，可心里却又酸得厉害。理智告诉我，快逃！枕头下是我偷偷攒了2个月的碎银。岭南不是我的归宿，他更不是。他喜怒无常，床子之间更是霸道的近乎残忍。多少次我疼得蜷缩，他却只当是情趣。那些屈辱和痛楚都是真实的，可另一半，我的心却在疯狂悸动。在这炼狱般的流放之地，是他为我挡开所有明枪暗箭，也是他给我一方安稳，让我不必像其他女犯那样被轮流侮辱。况且眼前的他，更是我豆蔻年华里隔着重重人海只能仰望的梦中人。看着他帅气逼人的面容，我突然意识到，那份年少时隐秘的倾慕从未真正熄灭过。我的心中竟然一直有他，难道我对他竟然动了情？可看着他满是期许的双眼，我鬼使神差回答，好。时间兜兜转转，竟然过了3年。这3年，岭南湿热的风吹散谢景渊眉宇间的戾气，他似乎认命，似乎接受一生被困在岭南的事实。他不再提京城的梦皎皎，待我竟也一日比一日温存。军中上下早已默认我是他的女人，而岭南地处凶险，我的方向感也不好。纵然我想离开，可一直找不到万无一失的机会。逃跑失败被发现是死罪，不过计划了3年，银子是够了。周遭的地形基本上也都印在我的脑中，唯一阻挡我的是谢景渊。那些荔枝的甜，新衣的软，深夜归帐时，他带着疲惫拥我入怀的暖，织成一张细密的网，让我忘了自己是谁。我一遍又一遍洗脑自己，离开的日子可以再等一等。昨日一夜荒唐后，他一大早就去了军中。望着枕边玉佩，我决定给他送去。主帐外站着2名亲兵，见势我便没有阻拦。沈姑娘留步，王爷正与京中特使议事。高个的亲兵还算恭敬，另一个矮个的却按捺不住喜色，抢着道：沈姑娘来得正好，天大的喜事！皇上圣旨刚到，不仅给王爷赐婚，还说等打完南蛮这一仗，大伙儿都能回京领赏呢。我的脚步定在原地，笑意也僵在脸上。赐婚？可不是嘛！矮个亲兵没察觉我的异样，兀自兴奋，听说是丞相家的千金，京城第一美人。哎呀，咱们王爷今日可算是……他话未说完，被高个子悄悄扯了下袖子。我的脸逐渐变得惨白。京城第一美人，孟皎皎，那个他未曾再提的名字，原来从未真正消失。如今一到圣旨，便轻易掀开了所有伪装。我的心突然疼得厉害。是的，这3年，我对谢景渊又爱又恨。我恨他床地不知休止，我又爱他对我赤裸裸的偏爱。我曾天真幻想他能护我一辈子，可现在看来，我不仅蠢，我还傻。一个被流放的罪女，竟然真的相信一个男人的救赎。等他回京，等待我的将是可怕的地狱。就在这时，帐内传来谢景渊志得意满的声音：今日收到皇上圣旨，
打赢南蛮这一仗，兄弟们便要归家。届时无论金银财宝还是美人在怀，想要什么就有什么。帐内爆发出一阵哄笑，有好事者高声问：王爷，沈渊可以吗？我突然屏住呼吸，短暂的犹豫过后，我听到一声意味不明的轻笑。他一个玩物罢了，玩了3年，本王早都腻了。这次斩敌军首级最多者，本王就把沈渊奖给他。帐内顿时热闹起来，玉佩在我掌心变得滚烫，几乎要灼穿皮肉。我突然变得无比冷静。万幸的是，一切还不算太晚。转身时，玉佩不小心落在地上，发出一声脆响。谁？谢景渊的声音传来时，我拔腿就跑。当晚月牙初上，帘子被谢景渊突然被掀开时，我正在沐浴，浓重的酒气扑面而来。谢景渊站在门口，月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。白天在帐外偷听的人，是你吧？他踱步进来，声音冷得像冰。我按耐住心里的疼，强颜欢笑。奴家希望王爷得偿所愿，早日抱得美人归。他听了这句话，眼神突然冷冽几分。我不懂了，这不正是他想要的吗？下一秒，他俯身捏住我的下巴，酒气喷在我脸上。你真这么想？我重重点了点头。他眼中的光渐渐散去，恢复了往日金贵冷艳的模样。好，很好。他冷笑开口，皎皎如世间明月，他圣洁干净，我舍不得碰。他向我走来，声音莫名沾染几分玉色。你就不同了，用来消火，最好不过。衣衫被粗暴扯开时，我发了疯似的推他。谢景渊，你松开。他轻易将我制服，按住我的双手冷笑。装什么清高？3年了，你身上哪处我没碰过？下一秒，他的吻重重压了上来。强烈的冲击下，我的嘴唇被咬破，血腥味在口腔蔓延。我渐渐停止了挣扎，不是屈服，而是彻骨的疲惫。望着一晃一晃的帐顶，我的思绪飘远。枕头下的钱袋，箱底的粗布衣裳，还有那张画着红线的地图。这场折磨不知持续了多久。等他翻身睡去，我才轻轻挪开他搭在我腰间的手。是时候离开了。我低声呢喃。处理完堆积如山的军务，谢景渊捏了捏酸胀的眉心。不知为何，今天他又眼皮一直跳，总感觉有什么坏事发生。想起孟皎皎3字，他蓦然惊觉。这3年中，自己已经很久没想起过他了。脑海中浮起的面容是沈渊，他的小腹突然传来一股燥热。沈渊这只小猫总能激起自己的保护欲，如今他失去一切，谁都能踩一脚，唯有自己庇护，才能安稳一隅。不管怎样，沈渊都离不开自己。谢景渊嘴角微微翘起，也罢，等自己娶了孟皎皎，就让他做个贵妾。至于白日将他送人那句话，不过是为了稳固军心。大战在即，谁也不知军中是否混入内奸，他不能暴露自己的软肋。那个敢开沈渊玩笑的人，必死无疑。想到他在自己身下求饶的模样，他喉结动了动，直接向外走去。等他回过神，人已经站在了沈渊的营帐外。守帐的亲兵刚要行礼通报，被他一个手势制止。谢景渊掀开厚重的帘子，脚步放得极轻，走了进去。帐内水汽氤氲，弥漫着淡淡的皂香，以及一种更温软的属于女子的体香。烛光下，沈渊正背对着他沐浴。隔着纱帐，谢景渊看到他光洁圆润的肩头，湿透的乌黑长发如海藻般落下，粘在他白皙的背上。可下一秒，沈渊似乎听到了动静，猛地回头。王爷。看着水汽中他若隐若现的曼妙身姿，受惊小鹿般慌乱的神情，谢景渊眸色骤然转身。他大步上前，无视他的惊呼和挣扎，直接将湿漉漉的他从木桶中捞了出来。我又不是地狱无常，怎么还这么怕？3年了，他怎么还这样畏畏缩缩？谢景渊有些无语，他毫不怜惜地将他扔在榻上，灼热的吻带着惩罚的意味，粗暴地落下。谢景渊总感觉沈渊的身体有种魔力，只有将他完全占有，
自己才能平静。此时此刻，他不愿想起孟皎皎，他只想死在沈渊的罗裙下。看着身下人疼得满眼是泪，他的心蓦地软下来。别怕，这次本王不会弄疼你。还有一句话他没说出来，等迎娶了孟皎皎，他就带她回京。他打算给她一个惊喜。沙哑温柔的声音淹没在窗外滂沱的雨声中。他不再急躁，而是用近乎磨人的耐心，一点点点燃它。粗糙的指腹带着薄茧，一路向下。雨声隔绝了外界的一切，狭小的空间里只剩下彼此急促的呼吸。这晚之后，他再也没找过我。军营里兵痞子看我的眼神也开始不对劲起来。为了保护自己，我每日都穿极厚的衣衫，即使日日被汗水浸透，我也不在乎。5日后，战报传来，谢景渊大胜，斩敌手1000余。庆功宴摆到一半，就有快马赶来。我躲在人群后，看见他接过京城来的密信，脸上露出我从未见过的笑容。当天傍晚，他骑上快马疾驰出营。他没看我一眼。我懂，孟皎皎比谁都重要。夜色渐浓，军营里醉倒一片。我换上早就藏好的粗布衣裳，把头发挽成农妇样式。最后，我看了一眼这个承载我3年屈辱与幻想的地方，将油灯摔在粮草堆上。火苗轰地窜起，很快映红半边天。走水了！有人大喊。混乱中，我将一具死尸扔在我的营帐，随后背着包袱钻进树林。身后是冲天的火光和嘈杂的喊叫，面前是漆黑未知的路，可我心里却异常平静。原来自由的快乐远大于一个男人。天快亮时，我混入一队往南逃荒的流民。有个大娘递给我半块饼。姑娘，去哪啊？我接过饼，望向东方初升的朝阳。去一个谁也找不到我的地方。京城宣王府邸。此刻王府红绸漫天，喧嚣鼎沸。谢景渊一身簇新蟒袍，意气风发。岭南大捷，皇兄不仅赐下偌大心腹，更兑现承诺，将孟皎皎赐婚于他。觥筹交错间，他饮下无数喝酒，心中快意似要溢出胸膛。皎皎，那轮圣洁无瑕的明月，终于落入了他的怀中。皇兄那点忌惮与不甘，早被抛到脑后。龙凤红烛下，他深吸一口气，缓缓挑开红盖头。一张精心装扮、含羞带怯的娇颜缓缓出现。看着那张日思夜想的脸，谢景渊的笑意却僵在嘴角。眼前的人眉目如画，气质清雅，是孟皎皎无疑。可3年不见，孟皎皎怎么长这样？她怎么是丹凤眼，不是桃花眼？她的唇怎么那么薄？还有她怎么那么瘦，看起来让人毫无欲望？他莫名怀念起岭南营帐里那混杂着皂角与女子温软体息的独特味道，那个味道能让他安心熟睡。王爷，孟皎皎见他久久不语，颊边飞起一抹羞红。谢景渊猛地回神，一股难以言喻的空虚和错愕攫住心脏，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。不是这样的，不该是这样的。他仓促丢下一句：皎皎，你先歇息。在孟皎皎惊愕不解的目光中，他落荒而逃。谢景渊坐在墙上，一壶一壶饮着烈酒。墙下是灯火渐熄的京城，墙上是孤寂清冷的寒星。京城不比岭南，此刻已经入秋，凉风习习。他虽然喝了酒，脑子却异常清醒。他猛然后知后觉，自己喜欢这么多年的青梅，真正嫁给自己时，自己却不想要了。驻扎岭南的3年，他的心里悄悄住了其他人。3年，1000个日日夜夜。那个在他身下承欢，被他庇护也承受他所有戾气的女子，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填满自己的心房。想到沈渊美好白皙的身体，他突然烦躁不安。他想要他，立刻，马上。他想抱紧沈渊的身体，狠狠爱他。念头一旦明晰，便如野草疯长。什么狗屁流放罪女，他才不在乎。他要为沈渊更名改姓，他要给他侧妃之位，他要他整日整夜被自己蹂躏。灌下最后一口酒，他已下定决心，明天就去岭南接他。刚翻下院墙，一道快如鬼魅的黑色身影倏地钻进他与孟皎皎的喜房。
谢景渊脚步猛地一顿，新婚之夜，竟有人图谋不轨，溜进宣王妃的喜房。他按住腰间的剑，悄无声息靠近。就在他抽出刀刃，决定斩杀刺客时，里面传来的声音让他顿时额头青筋暴起。江南的春总是浸在蒙蒙细雨里，就连空气润的都能凝出水来。临安城西的柳枝巷深处有一方小小的院落，我推开吱呀作响的院门，将新赶制的一叠绣帕小心收进屋内。靠卖帕子过活，日子自然清贫如水，看我却尝出了自由的味道。逃到江南1年，我很开心如今无人打扰的生活。在这里，无人唤我玩物，无人深夜粗暴地掀开帘子，用暴力碾碎我残存的自尊。离开谢景渊之后，才发现自己对他的爱是畸形的。我以为我爱他，回归自由才明白，若两人关系不对等，哪里会有真爱？我对他所谓的依赖，更多是为了自保，逼自己爱上他，而他对我更是只有欲念罢了。我和他的关系见不得光，甚至有些肮脏。一个人的生活总是舒服宜人。我用卖帕子攒下的铜钱买了些花种，墙角那株瘦弱的桃树，今春竟也颤巍巍地开了几朵花，粉白的花瓣扑簌扑簌，是这片灰扑扑天地里唯一的亮色。只是近来街坊邻里见了我，总是眼神躲闪，而我的帕子刚摆出来，就被一个眼生的小厮匆匆买完。他价钱给得格外大方，半句闲话也无。望着沉甸甸的铜钱，我总感觉一阵没来由的心慌。这日归家，天色将晚未晚，我推开院门，脚步猛地顿住。那株才开花的桃树下立着一个身影，玄色锦袍的下摆沾着长途跋涉的泥点，金线暗绣的云纹在暮色里闪着微光，难掩华贵。男人身形依旧挺拔如松，只是眉宇间刻满疲惫，在眼下投下一片浓重的轻影。是谢景渊。我的心脏几乎停止跳动，岭南3年屈辱的回忆瞬间汹涌而至，几乎将我淹没。我下意识地后退半步。我的声音干涩的厉害，带着无法掩饰的惊怒。你怎么找到这里？树下的人猛地转过身，四目相对的刹那，谢景渊的眸子骤然掀起巨浪，里面翻涌着我从未见过的近乎狂乱的情绪，震惊、狂喜、难以置信，还有一丝脆弱。阿渊，他脚步踉跄着向前迈了一步。真的是你，真的是你。他眼底瞬间泛起骇人的红，死死盯着他。岭南大营粮草营被焚，找到一具烧得面目全非的女尸，他们都说是你。我跑死了8匹马赶回去，可直觉告诉我那不是你，阿渊不会死。他一步步逼近，我找了你整整1年，天南地北，所有你可能去的地方。他的声音哽咽了一下，带着近乎绝望的偏执，直到想起很久以前你说过喜欢江南的雨，我这才惊觉。他离我很近，混合着冷冽松香和压迫的气息再次袭来，寒意从脚底直窜头顶。王爷，我开口，声音听不出喜怒，你已经娶到了你的皎皎明月，理应珍惜眼前人，琴瑟和鸣才是正理，何苦千里迢迢来寻一个你早已玩腻的旧物？谢景渊骤然低吼，像是被皎皎明月这4个字狠狠刺痛。不，见到他，我才真正明白，我早就不爱他了，一丝一毫都不爱。他急切地想要抓住我的手，却被我猛地甩开。新婚当夜，他脸上浮起一丝恨意，红烛未熄，我便撞见他在喜床上与别的男人厮混。现在想来，我的好皇兄只怕早就知晓他的不堪，赐婚于我不过是为了用这顶绿帽子再狠狠羞辱我一次罢了。谢景渊突然低下头，声音也软了下来。阿渊，过去是我混账，是我眼盲心瞎。岭南3年，只有你在我身边，我的心才是满的。我护了你3年，往后的几十年，让我继续护着你，好不好？我们回去，我为你证明，给你侧妃之位，把过去亏欠你的都不及你。你想要什么，我都给你。他的眼神滚烫，姿态也低到了尘埃里，可我还是尝到了他骨子里的专制和不容置喙，仿佛只要他肯低头，肯施舍，我就该感恩戴德地重回牢笼。
可我不愿。就在我低头沉思如何甩开谢景渊时，一道清朗温和的声音恰到好处响起：阿渊，这位是……小院门口不知何时站了一位白衣书生，他身形颀长，面容温润，手中提着一包新买的蜜饯。看到谢景渊紧攥着我的手腕，他眉头紧蹙，语气虽温和，却带着不容忽视的维护。敢问兄台，光天化日之下，为何对我家娘子如此拉扯？娘子？谢景渊猛地转头，猩红的双目如同淬了毒的利剑，死死定在萧清远身上。那目光里的暴力和杀意，让空气都凝滞了几分。下一秒，谢景渊如同被激怒的凶兽，毫无征兆地暴起，砰的一拳，他狠狠砸向萧清远的面门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碰他？谢景渊的怒吼声震得院中桃花簌簌而落。萧清远显然没料到对方如此暴烈，他猝不及防，被这一拳结结实实砸在颧骨，随即闷哼一声，踉跄后退，手中的蜜饯洒了一地。但他并非文弱书生，立刻挥拳反击。两个男人缠斗在一起，谢景渊拳脚狠辣，带着战场淬炼出的杀伐之气，招招致命。萧清远虽落于下风，却身法灵动，擅长闪避。够了，都给我住手！我也不知哪来的力气，猛地挡在两人之间。谢景渊，你骨子里的专制暴力从未变过。在岭南的时候，你视我为玩物，召之即来，挥之即去。是，你护过我，给过我片刻安稳，可那点好，轻飘飘的，抵不过你一句玩腻了，以及把我随手赏给别人的轻贱。我的话语像锋利的刀子，一层层剥开那些血淋淋的过往。如今呢？你被你的皎皎明月背叛，才想起我的温顺，想起我在你身下承欢的滋味了。我嘴角勾起一抹极尽嘲讽的弧度。可惜啊，王爷，太迟了。我微微侧身，目光落在萧清远身上。我的心早已另有所属。你怎么可以？谢景渊目眦欲裂，目光转向萧清远。你知不知道，沈渊跟我睡了整整3年？知不知道他在我身下是什么样子？你难道不嫌他脏？他试图用最卑劣的言语来刺伤我。不等我开口，萧清远已一步上前，再次将我护在身后。他声音不高，却异常清晰坚定。兄台慎言。女子的贞洁从来只在她的品性心智，何曾觊于罗裙之下？况且……他顿了顿，坦荡的目光毫无闪躲。在下一非完璧之身，又有什么资格以此苛求他人？谢景渊突然愣在原地。我轻轻推开萧清远护着我的手臂，走到谢景渊面前。你看，谢景渊，我声音平静，却字字清晰。你口口声声说喜欢我，说后悔，可你骨子里依旧是那个高高在上，视我为私有玩物的宣王。前一刻可以卑微祈求，后一刻便能为了你那可笑的自尊和占有欲，用最恶毒的话将我踩进泥里。我退后一步，拉开距离。我爱过你，谢景渊，但那爱不过是年少时的玩笑罢了。如今我终于尝到了自由的滋味，这滋味太好，好到我宁愿清贫一生，也绝不愿再回到你的牢笼里，做你心血来潮时的慰藉。我定定地看着他，字字掷地有声。你可以用强，也可以把我抓回去，锁起来。但谢景渊，你记住，我沈渊还有最后一条路可以选。我微微扬起下巴，眼神平静的可怕。那就是死。你可以囚禁我，但你永远无法降服我奔向自由的决心。雨不知何时又细细密密地落了下来，冰凉的雨丝打在脸上，谢景渊却感觉不到。他像一尊骤然被抽走了所有灵魂的泥塑木偶，僵立在原地。原来没有他，他竟这样幸福。他所有的愤怒、不甘、偏执的占有欲被击得粉碎。一开始他还幻想着沈渊和他的幸福日子，可现在他突然明白，他已经彻底失去沈渊了。他张了张嘴，喉咙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。冰冷的雨水灌进去，呛得他弯下腰，剧烈地咳嗽起来。他咳得撕心裂肺，仿佛要把五脏六腑都呕出来。沈渊不再看他一眼，他转身轻轻关上远门。萧清远沉默地看了失魂落魄的谢景渊一眼，
也默默跟了进去。谢景渊维持着弯腰咳嗽的姿势许久，直到冰冷的雨水浸透了华贵的锦袍，寒意刺入骨髓。他终于直起身，脸上湿漉漉一片，分不清是雨水还是别的什么。他踉跄着转身，像一个丢了魂魄的游魂，失魂落魄地走出了柳枝巷。长街上行人匆匆，油纸伞汇成一片流动的色彩，纷纷躲避着越来越密的雨丝。唯有他漫无目的地在雨中走着，玄色的身影在灰蒙蒙的天地间显得格外孤寂狼狈。一个被母亲牵着躲在屋檐下躲雨的小童好奇地探出头，他指着雨中那个失魂落魄的身影，童言无忌小声问：娘亲，你看那个人淋着雨走路，好像一只找不到家的狗哀。母亲慌忙捂住孩子的嘴，低声斥责，那稚嫩的声音却像针一样清晰刺进谢景渊麻木的耳中。像一只狗。他扯了扯嘴角，是啊，失去沈渊，他不就像一条丧家之犬吗？他漫无目的地走着，江南温软的雨落在他身上，却比岭南最凛冽的风刀还要刺骨。岭南湿热的3年，哪怕他将他视作玩物，哪怕他口出恶言，潜意识里他始终觉得他就在那里，他永远不会走。所以他懒得走进他的内心，他只想享受他的身体。可如今他才反应过来，3年的缠绵里，他早就爱上了他。可如今，一切都太晚了。谢景渊突然不想回京了。从小到大，他一直争不过皇兄。为了一个所谓的女人，自己更错认了真爱。他感觉自己要疯了。望着远处青山上的庙宇，他眸光一紧，决然向寺庙的方向走去。小院的门内是另一个世界。我背靠着冰凉的门板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才压下胸腔里的惊悸和后怕。我转过身，看向站在几步外的萧清远。萧公子，我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，方才多谢你解围，只是连累你受伤，我实在……萧清远连忙摆手，阿渊姑娘不必介怀，看得出她伤口很疼，却挤出一个温和的笑容。路见不平罢了。那种狂悖之徒，仗着身份权势便想强取豪夺，实在可恨。下一秒，他放下茶杯，目光明亮坦诚：阿渊姑娘，我今日之事，更让我发誓，绝不愿见你受半分委屈。我萧清远虽一介寒儒，但此心昭昭，天地可见。萧公子，我轻声打断了他。我拿起桌上那柄油纸伞，正是萧清远方才遗落在院中的。我将伞轻轻推向他，雨还未停，早些回去吧。春闱在即，功名乃世子立身之本。萧公子才华横溢，当以学业为重，莫要因旁事分了心神。萧清远脸上的血色褪去，急切地想要抓住最后一丝希望。阿渊，萧公子，我后退一步，拉开距离，自由太难得。我沈渊不知耗尽了前世多少香火，今生才能挣脱牢笼，呼吸到这一方无拘无束的空气。如今，我只想守着这方小院，绣绣帕子，看看桃花，安安稳稳地过自己的日子。我的目光越过萧清远，投向门外细密的雨帘。那些情爱缠绵，于如今的我而言，不过是另一个华丽些的牢笼。我不愿再踏入了。我明白了。他声音低哑，带着浓浓的失落和不甘。阿渊，你保重。顿了顿，他又执拗地补了一句，带着少年人最后的义气。科考之后，我定让你看到我的真心。我只是微笑着摇头，看萧清远撑开伞，转身踏入细密的雨幕。小院重归寂静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忽觉天地澄明。自由，这2个字重于千金。万幸的是，一切都不算晚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